好，欢迎收看这期的临时车研所。今天跟大家简单聊一聊我身边这台宋 Plus DM-i。那也是有一个粉丝在我后台留言了好几次，特别执着的要看这台车的测评。那实际上这台车它排期还挺满的，我真的是刷了我的脸，然后去加了一个塞，给了我们2天让我们试一试。实际上我也知道这位网友他特别想了解这个车它长期使用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在运作，看看能不能去买一台车，然后呢也亲自作为车主体验一下。这位粉丝他其实已经订了这台车，他跟我说，那其实他在一个等待期，很想了解这款车在长期使用当中的一些表现。没关系，我们慢慢来。那其实呢，关于宋 Plus 它的外观设计，我们之前做过特别详细的2期视频。那如果你有兴趣呢，我把视频置顶，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关于它的设计理念、设计的细节、设计的定位，其实当时也让我蛮吃惊的，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设计天团它把这种国际化的设计理念带给了我们的本土的年轻设计师，就是特别蒸蒸日上的那个感觉。那在这台DM-i 版本上，你可以看到它的格栅呢是不同的。那因为它要带给你的感受不一样，它更有科技含量，而且是介于机械和这种电控电气化时代之间的那个感觉。它既有这种可以通风的黑色的格栅，那相对来说它在上面的纹路的装饰呢，镀铬的这种纹条会给你蛮有科技感的这种感觉。那另外就是它的整体。你可以看到配上这个红色，真的，我刚才一进停车场，哎呦，觉得挺漂亮的。确实这台宋 Plus 它本身也是定位这种大城市、1线2线城市这种精致的这个都市生活这么一台车。那实际上它的很多设计理念包括它的这些科技的选择、配置的选择呢，也非常符合我们在都市里生活的这些生活场景。那现在我们上车，把车开起来，慢慢跟大家说。说起来也巧我前2天正好刚刚去深圳比亚迪的工厂参加了一个仪式，是他们第100万辆车的一个交接仪式，第100万个车主是这个赌王的后裔何猷君还挺神奇的。那当时在那儿我觉得挺有感触的，就是看到一个看板上面讲了比亚迪从2003年收购了秦川汽车，开始涉足汽车业，然后之后发展18年。你知道04年的时候他们在北京车展上展了一台车，那台车真的还挺丑的完了放在那说这是我们用纯电驱动的一款车。当时所有人就是包括我在内都觉得神奇，怎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那你现在过了18年，你看嘛，什么叫眼光，是不是？比亚迪现在在制造汽车的技术储备上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们有最强的设计天团，是吧？他们把德国最优秀的设计师挖过来做设计总监，那他们有最优秀的底盘调教师，也是德国当初最厉害的底盘调教师。那另外呢，就是说他们在电池3电系统上一直有着非常深厚的优势。那另外就是他们在传统的汽车就是内燃机的技术上也有巨大的这个积累和提升。那比如说就是现在用在这个 DM-i 整个这套动力系统上面的这台1.5升的霄云插电混合动力专用的这个发动机，它的热效率已经可以达到了超过40%的水平。那这个当初可能去年的时候还可能只有2本能够做得到所以这个也是非常让人震撼的。今天你再去买一台比亚迪，你知道吗？其实你是会有带着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然后还有对它产品力的一种信任去购买它的。其实这套 DM-i 插混系统它用在唐的身上，也用在秦的身上，那2台车我们都试过了，他们在实际日常驾驶当中的油耗真的表现非常的好，让我们都还挺吃惊的。那放在这个宋 Plus 身上也一样。其实之前宋 Plus 它燃油版销量就挺好的，就挺热的。那因为这种比较精致比较都市化生活的这种理念已经是被现在年轻人接受了。那去买这个插混的人呢，他其实想的是什么？我可以拥有更多种的选择。确实就是好的生活是因为有选择。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放在纯电模式下来行驶，那它其实提供2个版本，大一点电池包的都是用的磷酸铁锂刀片电池，可以纯电行驶110公里。那小一点电池包的呢，也可以行驶51公里纯电。那基本上就是你日常通勤嘛，它都可以保证的。那在纯电模式下行驶呢，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就是3电系统，大家都知道动力加速非常的快，非常的迅猛，那提速很快，很灵敏。这个就是你想让它超车就超车，这个感觉非常好。
那另外就是它的静谧性也非常的好，静音性非常的好，没有发动机嘛，不吵，车里就会觉得很舒适很精致这种感觉。那另外呢就是那如果是两个动力系统呢都用的情况下，那我们去地板油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就是初段的时候它加速非常的快，那到了中段之后啊，因为发动机突然介入了，然后这种动力会源源不断的持续的输出，所以当你想跑得很快的时候它也是支持的。那宋 Plus 啊两个版本，那基本上0-100加速是快的那个版本是7.9好像是，就是慢一点的这个版本也是0-100 8.5秒的一个成绩，所以啊对于这个尺寸的 SUV 来说成绩还是非常好的。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单独的光用发动机来跑，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它的这个热效率已经做到了超过40%，所以是相当省油的。那如果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下，这个它可以做到4.4升每百公里、4.5升每百公里这样一个成绩，而且不会有里程焦虑，就是你可以拿它当燃油车嘛，该怎么开就怎么开。那因为宋 Plus 它整个的这个使用场景啊，90%都是定义在大城市里边，就是1线、2线、3线，然后北上广，甚至是可能成都、武汉、这个重庆这样的城市，所以它会比较考量就是我使用时候的舒适性。那你可以现在驾驶到这个公路上，你可以感受到它很好的去过滤掉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就是颠簸啊、杂质啊都没有啊，给你一个就是很温和的这种反馈，它的悬架也很温和。那另外其实就是我们坐在车里啊，比亚迪这个宋 Plus 它这个座椅真的是下了功夫做人机工学的设计，你可以觉得这个它的软硬啊，包括它的腰部支撑都非常的好，就是这种你可能开2-3个小时连续开不动会儿，你都会觉得非常舒服，又柔软那又有支撑的这种感觉。我们坐在车里，你其实看你眼睛可见的这些位置，它的设计啊，就是既简约但是又讲究，就是它很注重细节，所以你使用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每一天都是心旷神怡、赏心悦目的。另外啊，就是还有它的这个大屏集成的它的数字化的一些功能，这个功能啊，它如果跟合资品牌去比，那是绝对领先的。就是它不但可以旋转，可以竖屏，然后还可以跟我们手机一样去内置很多很多，就是手机里可以内置的软件。这一点是从他们一开始做D-Link 这套系统的时候就想好了。但是可能目前来为止啊，它和一些新势力造车在这方面又走得更靠前。不过呢，我觉得就是在数字化的这个领域上呢，就是目前来说还不是最终的一个就是决胜点，因为大家都可以 FOTA 都可以 OTA 嘛，对吧？所以后边啊，就是真正是谁的扩展空间越大，那谁就会带给客户更好的体验。比亚迪呢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底子的，而且我们这回也是去参加了一个论坛啊，就是他们的工程师去讲，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上半场是电气化，下半场是智能化，所以比亚迪已经完成了他们在上半场的一个技术积累，下半场他们就要在数字化上面发力了。那而且他们对整个这套生态的理解呢，就是尽量去贴近我们手机的日常使用。那关于这个车跑起来的一个油耗呢，今天我也是刚拿到这台车，所以没有一个说我日常使用去对它的判断，这个我可能要经过一些长测啊，在下一期的节目呢时候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会儿我们把车停在停车场，带大家去看看它的后排空间和后备箱的一个情况。现在我坐在后排，你可以看到我整个腿部空间就非常的充裕了。这个前面座椅的位置啊，是我刚才正常的一个驾驶的坐姿。那这里其实也是这个设计师的一个小巧思在这里，他把这个座椅设计成这样凹面，那真的是赢得了很多很多的腿部空间。那还有就是3排座位，你可以看到啊，它整个地板呢也是平的，所以这个偶尔后边其实坐满人的话，也整个所有的这个成员都非常舒服。当然如果中间不坐人的话，这个扶手啊就起到作用了，而且它这特别的软，你坐在这儿真的很舒服。另外就是像什么全景天窗啊这样的小资配置也是一应俱全的。所以你知道就是现在这个国际车，然后他们对整个城市啊都市生活一个精致化的一个理解已经是非常的到位了，而且就是它可以给你一个不太贵啊价格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来，我们再去看看后备箱，看一下后备箱，按钮在这里，
哎，你看都是电控的，而且就是也可以电控开、电控关，这些啊，在原来那些合资车上啊，都是选装的顶配的才有，然后都是非常小资的配置。另外，你可以看到这个后备箱空间可能不算特别大，但是啊，绝对是够用的，而且还带这个隐私帘儿，你看啊，非常的方便。那另外就是那个，你看，如果你是经常出差，两个这么高的行李箱落着没问题，然后有一些搬家啊什么的，放些纸箱也都是可以的，非常实用。那另外啊，就是这个宋 Plus DMI， 它呢，昨天我们算了一笔账，最高配的版本都下来，算上购置税补贴，而且啊，在一些特定的城市还能上绿牌，就是环保牌嘛，都不超过18万元。所以是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在这个价格下，你可以看到它提供给你的这种精致感，它的配置，然后还有它的设计，还有它对你整个生活场景的一个理解，也都是非常到位的，很好的一个选择。那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还讲一下它整个现在能看得到的、用得到啊，比较简单的一些体验。那后边呢，我相信有很多读者想更深一步的去了解它，就是深度日常使用的一些回馈，比如说动力，比如它的油耗，在堵车的时候什么样，比如说它电池充放电是不是快啊，这些。那我们呢会后边慢慢啊去来试。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如果你有什么特别想了解的，给我留言，后边我们都会试得到。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